那下一节就要好好的用一下这个泰勒定理。下一节主要是要谈一些基本函数的那并不是所有的基本函数的泰勒展示都很好做。好，那我们先做其中最重要的。好，这也是我们前面举例子的时候有举过，像 f(x) 等于1的 x 次方。那这个函数有非常好的好处。好，我们对 x 等于0展开。好处就是它哪一阶导数都一样。好，都一样。因此呢，我们 f 第 k 阶导数，你带0的时候，全部都等于1。好。因此，它的泰勒多项式很好写，就 Pn(x) 等于1加上1乘上 x 加上1除以2阶乘乘 x 平方1除以3阶乘乘 x 3次方。好，所以非常好记，好，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多项式。好，但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好，事实上我下面要证明。1x 事实上是等于好，也就是说呢，这个泰勒展示啊，跟1减 x 分之1不一样。1减 x 分之1啊，我们把它做了泰勒展示之后，它还是有个范围，它只有在那个范围里面呢，1减 x 分之1会等于1加 x 加 x 平方，一直加下去。但是呢，1的 x 次方这个函数啊，它是在整个实数上面，也就是这个等号针对任何的 x， 啊，任何实数它都是对的。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那怎么证明呢？关键就在平均值，在泰勒定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 f(x) 好，既然有 1x 我就写。减掉1加上 x， 好，依照泰勒定理，我知道它等于这个函数的第 n 加1阶导数，但 n 加1阶导数还是 1x， 好，所以呢，它等于1的 cos 除以 n 加1阶乘 x n 加1次方。那这地方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它这边指的，因为我要证明这个东西会不会随着 n 变大而趋近于0。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x 是可以固定不动。哦，因为我的问题是在问说，我针对 x 这一点，我现在做1的 x 次方，然后减掉这个式子，到底当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它会不会趋近于0？所以你可以想成 x 是固定的。如果你不习惯把 x 当作固定，因为 x 通常我们都觉得是变数哦，你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想，就是譬如说你就问。譬如说，你问1的平方减掉1让 n 阶乘2的 n 次方等于1的 cos 好 n 加1阶乘2的 n 加1次方，这式是对的，因为这就是泰勒定理的意思哦。其中 cos 呢在2跟0之间，那你可以问这个对不对？然后这个算完，你再把2换成3， 3换成4，到后来你就会发现我干嘛那么无聊哦，我就直接写 x 就好，因为它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在做这个证明的时候呢，你要注意，我处理的变的东西是 n， 哦 ，x 你暂时把它想成固定，就类似2、3、4。那只是说，因为这些处理的方式完全都一样，所以我干脆把它写在一起，只是这个意思而已。好，所以呢 ，cos 在0与 x 之间，好。所以这个式子呢，我可以这样写，我把它写下来。所以我现在要看误差嘛，所以我就加个绝对值。好，虽然其实不是很有必要。好，我就把它加个绝对值。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知道1的可思议次方，它会小于1，如果x 小于0，1的可思议会小于等于1的 x 次方，如果 x 大于0。我们先确定这个事情。我的重点是，当我要取 n 趋近无穷大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1的可思议次方其实根本没什么干扰，也就是说1的可思议这个数啊，虽然看起来好像可思议，我没有办法知道它在哪里，我唯一知道是说它在0跟 x 之间，但是呢，其实这就很够了，这就跟当初我们运用平均值定理是一样的，你只要知道可思议在哪个范围，那你那个式子有一个上限，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在 x 小于0的时候呢，因为可思议是在0跟 x 之间，所以 x 在这边，0在这里，可思议在这里。那因为1的 x 次方是一个递增函数，所以呢，这个函数是长这个样子。所以1的可思议次方再怎么样都小于1，这就这边写的意思。那这边的意思是这样，这是在0跟 x， 可思议在这边，变成这样子。所以1的可思议次方再怎么样都小于1的 x 次方。那1的 x 次方虽然可能很大，但是针对我刚刚的问题来讲，它是固定的，它还是固定的，所以这是一个定数。所以真正在变的，其实重点是后面的这个式子。所以我要先写，我宣称当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还是我这样写好，这样子。好。因此呢，这整个式子当随着 n 变大的时候，这整个式子会趋近于0。所以这个当 n 变大的时候，这两个就会趋近于0，两个会越来越小，所以到最后那个值会一样，极限会一样。好，所以如果这个对的话，表示 Rnx limit n 趋近无穷大，这其实是等于0。你们要记得可思议这个数值它不只是跟0x 有关它因为呢 n 如果变大的时候，可思议也还是会动。可思议刚刚其实因为我们刚刚 n 没有动，所以觉得可思议只跟0跟 x 有关。但是随着 n 变动的时候，可思议也跟 n 有关，因为你换了一个 n， 你的可思议可能会不一样。但是重点是不管它是什么，它总是在0跟 x 之间。我刚刚取的这些数都只跟0跟 x 有关。跟 n 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它总是对的这样子，所以我才有把握说这个误差，反正它总是如果我把这个数，我把它叫做一个常数的话，这会小于 c。我刚刚这边应该要稍微写一下，小于 c 乘上 x 的 n 加1次方 ，n 加1阶乘，我就把 c 定义成，如果 x 小于0，我定义成1；如果 x 大于0，我就定义成1的 x 次方。看你的 x 是小于0还是大于0，反正就是一个常数。所以呢，到最后总归一句话，你要碰触的问题是 n 趋近于无穷大，这会不会趋近于0？那如果我可以证这个，那我就得到这个会趋近于0。所以1的 x 次方等于1加 x。好，得到这个式，没有，还有后面 ，OK，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等式。所以呢，最后其实我们要处理的是这样子一个问题。好，我再把它写一下，我要处理的是 a 的 n 次方除以 n 阶乘，相当于我只要能处理这个就好了，形式是一样。我想要知道这是不是等于0 ？OK， 那这个式子，如果你对 n 阶乘有点经验的话，你会觉得它是对的。好，那这个不是很难证。不过一开头，如果你对 n 阶乘没有什么经验，那你可能会觉得，因为 a 的 n 次方，你通常都觉得它很大嘛。这个 limit 是要告诉你 n 阶乘其实比指数还要大。好，那你说 a 可能有1亿啊，1兆好了。那这有可能比它大吗？
那因此我要给你一个说法，让你可以相信这是对的。所以 a 的 n 次方 n 阶乘等于 a 乘以 n。哦，重点是上面虽然可能很大，比如 a 可能是1兆，所以你就1兆乘1兆，啊，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下面这个地方啊，当你 n 足够大的时候 ，n 总是会比 a 来的大嘛。哦，你是1兆有什么了不起？n 可能是10兆哦，或者更多。所以随着 n 变大以后呢，它应该会整个东西会趋近于0。但是我们怎么把它写清楚呢？哈，这个直觉虽然有，但是我们怎么写清楚？那这个写法是这样：我去找一个数，叫做 m， 好，使得呢，当 n 只要一超过 m， 则 a 除以 n 呢会小于等于1/2。那你先不要理上面这个式子，因为这个式子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有一个 a， 譬如说1兆，那我现在就去找的一个 m， 使得当你的小 n 呢，只要一大于这个数以后 ，a 除以这个 n 呢总会小于等于1/2。譬如说你就找2兆，假设 a 是1兆，你就找 m 是2兆。那这样子，你只要一超过2兆以后呢，所有的1兆除以这个 n 都会小于等于1/2，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因为 n 会越来越大，然后 a 一直不动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这样子。因此呢，我把刚刚这个式子啊，我重新把它写一下 ，a 乘 a 乘 a， 好，一直写到这边有 m 个，好，一直到 m。那如果你的 n 还不到 m， 那就不管了。好，因为我的重点是在，你记得我们的极限是终究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前面都不重要。好，前面所有事情都不重要。后面呢，我们继续乘到这边，好，到这个地方，这边总共有 n 减掉 m 项，然后这个地方是 m 加1乘到 n， 好，所以当 n 足够大的时候，我就把它写成这样，这个是等号哦，我只是把它在这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哦，只是让你看清楚，但是事实上就是本来的式子 ，OK， 那这个式子呢？它是 a 的 m 次方除以 m 阶乘，好，这我不管，这反正就是某个数，是一个属于过去的记忆的事，好，我们的重点是终究发生什么事情，这前面不重要，啊，这个数有多大都不重要，这样讲好了。好，乘上后面的式子，那我们刚刚讲，只要 n 一大于等于 m， 它就会小于等于1/2，所以呢，这个式子小于1/2，下面这个小于1/2，一直到这边全部都小于1/2，所以呢，它整个东西这边就不要写等号了，所以它就小于等于1/2的 n 减掉 m 次方，因为总共有 n 减 m 个 ，OK， 这是固定的，好，这个数可能非常非常大，好，如果你刚刚把 a 取成1兆呢，这个数可能有10的不知道多少次方，但是完全无妨，因为你再怎么大，反正你就是一个固定的数而已，好。你再怎么有钱都是过去的事，好，你现在有没有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再说，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变成1/2的 n 减掉 m 次方，所以随着 n 趋近无穷大，这个地方这个就会趋近于0，好，因为它会越来越小。那你这边再怎么大都，这只是一个定数，所以到最后呢，这趋近于0，所以整个东西就会趋近于0。OK， 就这样就证完了。好。那这个证完了，就相当于我刚刚的这个宣称是对的，所以我们证明了1的 x 次方这个式子，好，这是我们要证的第一个式子。好，我们下一个要处理的式子呢是 sin x。sin x 也好算，哦，就微分来讲，如果 f(x) 我们以前讲过，它是一个4段的轮回，
啊，就是它的周期是4。好，到这边又有重复了。然后呢，好，这边都一样，我都对 x 等于0展开。所以呢，我得到 f0等于0，好，这是等于1等于0等于-1等于0，点点点，好，所以它也是有周期的。所以呢，我有 s sin x 等于，好，我把它写泰勒展示，所以它等于0加上 x 加上0减掉1除以3阶乘 x 的3次方加上0加上1除以5阶乘 x 5次方，好，一直写下去。所以呢，它是3阶乘5阶乘，但是它中间有正负号颠倒，好，写下来。所以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x 减掉3阶乘 x 3次方加上5阶乘 x 5次方，好，那譬如说我令 n 等于2k 加1好了，所以到最后是-1的 k 次方 x 的2k 加1，这样子。所以这是它的 Pnx， 哦，我不要写等号，对不起。这个好不能这样写 sin x， 它的 Pnx 这样子。好，那有趣的是，其实啊，你把它多展一下 ，Pn 加1x， 那因为依照它这个结果呢，从这边到这边，然后到最后这边不是0吗？所以其实跟原来这个式子一样，所以其实 Pn 加1等于 Pnx， 好，所以我可以写成这样子。其实是一样，啊 ，x 的2k 加1，2k 加1阶乘，然后后面呢多了一项0，写在这里。那这个的差别是说，我们在上面写这个 Pnx 的时候，你利用泰勒定理，这边有一个误差 Rnx， 在这边其实也有个误差。那这个意思只是说，虽然你看起来这个式子看起来好像是上面这个式子，哦。但是它其实可以偷偷的用下一个这个的误差，因为这个误差可能更小，大概是这样。不过老实讲，这个误差，因为实在太好了，所以两者相差不大，我都可以用。好，我把它写清楚。我现在用下面这个写，好，所以 sin x 减掉 x 减掉3阶乘3次方。好，偷偷写个0，这样子，这个绝对值。好，这个是 Pnx， 所以它呢，这整个式子要等于 Rnx。好，我把它写在这里好，所以它等于 f 的2k 加1，这边是2k 加2，所以其实是2k 加3 c。就是这个式子，其中呢，可 c 在0与 x 之间。好，就是这个地方这个 n 啊，其实我已经取到 n 加1了。好，所以这个 Rn 呢稍微多一项。如果你用的是上面这个的话，如果你只展开到这边，这边会变成2k 加2，然后 x 的2k 加2次方，就差这么一点点这样子。但是我现在用下面这个，啊，就是我现在展开到这一项，然后再加0，所以它的误差是这个式子，啊，绝对值。好，那这是什么 ？f 2k 加3可 c， 但是因为 f(x) 是 sin x，sin x 微分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反正它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啊，因为取了绝对值以后，反正不是 cosine 就是 sin， 那因为它会一直重复，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啊，我也懒得去理它到底是什么，反正这个
这个呢不是 sin xc， 就是 cos xc 的绝对值。不管是哪一个，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写清楚了。好吧，写清楚也不是很困难。2k 加3，所以就是基数的部分就是这个，所以是 cos， 好，所以其实是这个，不然就写了好，所以 cos xc。写下来好了。好了，这个比刚刚那个1的 x 次方还好，因为 cos xc 总是小于1，所以一开头它就小于等于 x 2k 加3。好，不管你的 cos 到底是什么，这一点都不重要。反正总归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值反正小于等于1就对了。所以呢，我整个误差就会小于这一项。那小于这一项以后，你就用刚刚这个定理，因为完全一样，这就是 a 的2k 加3 2k 加3阶乘，所以你让它趋近无穷大 ，n 趋近无穷大，所以这个会趋近于0。好，这样子。所以这个表示什么意思？这表示这个误差项跟 x 的位置无关，我总是可以证明误差项随着 n 变大会趋近于0，所以你得到它是x 减掉 x 3次方3阶乘。好，这写下去。好，我今天想用某件事情把它结束，所以前面有个事情其实我还没讲，这我们下次再说。所以完全一样的做法，好，那这个我就不再算了。cos x 的做法其实完完全全一样，你就是努力的算。那 cos 它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 cos 在这边开始，然后开始从1开始，然后过来是0、-1、0，然后又1又重复。所以你好好把它写下来，它其实是这样：1减掉。好，写成这样子。而且呢，随着，然后这个地方的估计也跟刚刚一样，因为 cos 在这边做的时候，这个地方到最后这边会出现 sin xc， 所以取绝对值还是小于等于1。所以就这个来讲，其实都一样，得到的结果都一样。所以我会得到这些都相等，所以我得到3个基本函数啊，它的泰勒展示呢，其实都是相等的，其实都是相等的。它比我想象的快，那就算了，虽然是 surprise， 不过下次再来 surprise 好了，所以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得到3个这个式子。好，就这样。关于基本函数的泰勒展示，那上面这2个式子是我们用泰勒定理所得到的估计式，是这个式子，还有这个式子。然后从这2个式子呢，我们可以得到，好吧，从这2个式子原则上可以得到这2个，好，然后 cos x 这是因为同理的关系。那这个地方其实同时都用到一件事情，就是 limit n 趋近无穷大 a 的 n 次方除以 n 阶乘等于0。那这个是主要是用在最后面这个余项，我们得到这个结果。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边呢，还有2件事情要谈。那第一件事情是你先注意到这3个式子中间呢，看起来有点像，又不太像，就看起来有关系，但是又不是很确定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正负号不太一样。就是 sin x 呢看起来像这边的奇数项 ，cos x 看起来像这边的偶数项，但是正负号有点差。那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呢？欧尔拉就想到了这件事情，他观察这个差别呢，发现其实它跟 i 的性质很像，就中间有个周期性，它大概每4个就会有轮回一样的差别，所以呢，他硬把它带进去，所以这个地方得到1加上 ix
把它写成这样子。你先不要管这个 ix 是什么意思。那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见识一段，从国中开始就已经被吓到过了哈。从你 a 的复数次方啦，复数是正负的负，有理数次方，我们是不断的在拓展。不过在以前的拓展基本上都还是依靠指数律来处理，就是你要扩张你的指数律要跟原来一样。可是到了这边呢，实在是有点难以想象到底是什么哦。这一次的扩张呢，完完全全只是依据因为 ex 的泰勒展示是这样子，那我就故意硬带一个 i 进去，然后看看发生什么结果。好了，那我们先把它写一下。好，如果再写下去的话，反正大概就是 ix 的5次方解成。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你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正负号跟这边的正负号，它的确是一致的哈，就是说它是1减掉，就是我可以把它重新把实部跟虚部分出来，然后呢把这边写成 cosine x。加上 i sin x， 好，得到这个式子。那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式子，就是说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写起来是这样子。那不过经过了这200多年来，我们已经确定一个事情，这个公式可能是以前所发展的公式里面不只是最漂亮，而且是最有用的一个。好，虽然这个 i 摆在这边虚无缥缈，不知道什么意思。好。但是你在物理、在工程啊，所有的后来工程、所有解分方程，这个是通常都已经写成这样子。在物理里面，譬如说量子力学，所有东西都是用这个方式写的。其实你看不到实数的指数，啊，全部都是这种写法。那写成这样呢，是但一方面就是从数学的后来讲，他知道这个写法其实更本质。那应用上其实这个也比较便利。不过我们当然今天就先看这个式子，好，那这个式有一个，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就是你把派带进去，所以你得到1的 i 派等于 cosine 派加上 i 的 sin 派，好，所以呢，这个等于-1，这个等于0。因此，你得到1的 i 派加1等于0。好，得到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呢，我们通常叫欧拉公式，但欧拉有很多公式啊，我这是中间一个。OK， 那这个公式自从有数学公式排行榜以来，啊，就是说你觉得最漂亮的公式是什么？这个几乎就是铁定是第1名。因为不可能还有比这个更漂亮的式子啊。原因很简单，好，你们看一下这个式里面的所有要素，没有一个是浪费的，每个都很重要。等号是所有的关系式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再下来就是小于大于，啊，这是等号。加号是所有的运算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好，这是加号。所有的运算从这边开始，因为有加号才有减号，有加才有乘，这样子，有乘才有除。0跟1，那以前呢还从比较纯的数学观点说0是什么加法，就是这个加法的基本的元素，那1是乘法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资讯里面所有东西都是2元，好，所以东西都是0101，所以都全部可以写成这样子，好不好？所以这是里面最基本的2个数。然后呢，1跟派。这其实是最奇妙的，因为这2个都是还不是正常的无理数，好，是很奇怪的无理数。那这2个是最重要的2个无理数，超越的无理数，好，那派我们从小就熟了，那这个是1，这1是我们在学微积分才刚学的。然后 i 呢 ，i 是复数的最基本的单位，好，这序数单位。就这所有东西把它合在一起以后，竟然有中间这个关系，好。
看起来像乱写了，我故意把它凑在一起，这样子。好了，但这式子是对的。那这个式子不是说只有审美的价值哦，哦，就是说我说所有东西都不是只有审美的价值，没有什么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它其实是有一些用的，譬如说，好，我先举个例子，看这边，我看有没有别的例子。哦，对。好，在之前我们先看这个好了。好，我们从刚刚那边我们得到这个式子。好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乘起来。然后这个地方你就想象它有指数律，好，我目前为止其实不是很确定。那这边指数律成立呢，是来自于因为它的展开式，它其实满足指数律，因此就试试看吧。那依照指数律呢，这个等于1的 i 加上贝塔，所以应该要等于 cosine 阿尔法加上贝塔加上 i 的 sin 阿尔法加贝塔，好，对不对？就是应该是要这样。但一方面我们这个等于，然后这个地方写起来是这样，所以这两个难道一样吗？好，但是这边是我们熟的，这边是虚幻的，就是我们刚刚才发明的事。但这边其实我们是很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你学过复数集式啊，或者我们的乘一下好了。好，你看一下这个式子，这式子其实是 cosine 阿尔法 cosine 贝塔减掉 sin 阿尔法 sin 贝塔加上 i。好，得到这个式子，这是复数乘法，乘起来得到这个式子，然后果然跟这一样，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个合角公式，其实你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证明。如果你相信的是对的话，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背合角公式。那你说，其实你们在高中复数集式其实有看过这个式子，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这个可以想成是乘法。那其实没有错，因为复数集式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好，任何一个复数 z 等于 x 加上 yi， 其实都可以写成 r 乘上 1i 西塔。好，那这个 r 呢是指这一点，这里其实我们下一节会谈到，就是这是 x 加上 yi， 这是原点，这一段呢就是 r， 这个就是西塔。好，你们在学复数的时候，如果把它表示成这样，那这是俯角，这是它的距离到原点的距离。OK， 只是说我们现在用这个式写起来，让这个加呢看起来是更正常。就是以前复数你是直接算完就很惊讶的发现它是对的，好，两边一样。但这个地方呢，它等于是说有一个解释，告诉你说这个两会相等，只是因为指数律的关系，啊，只是因为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我想检查微分，对不对？好，那我讲义上其实应该先写这个，就1的 i 阿尔法 x。那如果依照我们微分公式来讲，这微分应该要等于 i 阿尔法1的 i 阿尔法 x， 对不对？我现在只是说单纯的，你就用相信微分公式。就是1的 ax 微分就是 a 乘上1的 ax 次方嘛，啊，我们现在不确定它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很大胆的用了一下，啊，虽然看它到底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依照刚刚的解释，这是 cosine 阿尔法 x 加 i sin 阿尔法 x， 好，去微分。那 i 把它想成是常数，所以这个微分呢，其实比较容易算，是 i 阿尔法。阿尔法 x 加上 i 阿尔法 cosine 阿尔法 x， 好，先确定一下这是对的，就是阿尔法 x 的微分 ，cosine 微分是 sin， 所以负 sin 在这边，然后阿尔法要提出去啊，因为连锁法则的关系，所以这个写完之后呢，你看一下，你把 i 阿尔法提出来，这边变成 cosine 阿尔法 x
前面这个负阿尔法，你把 i 阿尔法提出去，这边有个负号，你要补回去，所以变成 i sin， 好，这刚刚好就是 i 阿尔法，好，所以连这个公式都是对的 ，OK， 就是你现在把这个写成这样，然后你去检验这个计算，算完的结果你发现，哎，它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也是对的。那这个竟然是对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在不定积分啊，说不定可以偷偷用这件事情来做。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微分可以嘛，所以它只是反运算，所以我们可以试着看看。我们要看它到底等不等于阿尔法加上 i 贝塔1的阿尔法。写成这样子。那其实从刚刚那边啊，你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个微分是它，所以我其实这个问号也不见得要打，好，我也不见得要打这个问号。那我要讲的是，你以为这个是新的吗？没有，不是，这不是新的。好，我们把它写开来看一下。这是1的阿尔法 x 乘上1的 i 贝塔 x， 所以呢，它其实是1的阿尔法 x cosine 贝塔 x 加上 i 倍的1的阿尔法 x sin 贝塔 x， 所以我干脆把它分开来写啊 ，dx 加上 i 倍的 dx， 好，就是我把它两个拆开来。把实部跟虚部把它拆开来，写成这样子。那这个不是完全不熟，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学部分分式的时候所碰到的那个很奇怪的积分，就是那个 1x cosine x 啊。你不管用哪一部分去做分布积分，得到的都不是你要的答案。但是把两个凑在一起，就得到你要的答案。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好，在前面分布积分的最后一个题目。那现在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它到底这边是不是对的？好，从这个地方写下来，这边可以写成阿尔法平方加上贝塔平方，阿尔法减掉 i 贝塔乘上1的阿尔法 x cosine 贝塔 x。好，那这只是复数的导数，你把它写这个是有理化分母啊，这也不叫有理化分母，就是实化分母。写成这样子，好了，所以这个式子会变成阿尔法平方加上贝塔平方分之1。好，1的阿尔法 x， 阿尔法 cosine 贝塔 x 加上贝塔 sin 贝塔 x 加上i 倍的1的阿尔法 x， 我把正号写在前面好了，阿尔法 sin 贝塔 x 减掉贝塔 cosine 贝塔 x， 看起来有点怪，看一下，对，好吧，好，写成这样子。所以按照实部等于实部，虚部等于虚部呢，我们会得到这个积分其实等于这个再乘上这个式子，好，然后另外那个右边那个积分呢，其实是等于阿尔法平方加贝塔分之1乘上这个式子，这样子。所以你就等于一次把两个公式全部写出来。你如果不相信这是对，你就微微看，因为这个很简单，你就是确定一下。你就把它围一下，然后看看它消掉以后到底等不等那个。好，那这我就不做检查了。所以我只是跟各位讲说，我刚刚讲这个欧拉公式很重要哈。那我现在只是稍微讲的中间几个东西。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微分它可以做，微分它可以做以后呢，那因为数学里面很多问题，或者说物理工程里面很多问题都是微分方程，以后我们会碰到。那这种方程你要解它的时候呢，利用这个方式去写它，要比原来用实数去写要简洁非常多。好，那东西是这样，你只要简洁很多，你就有可能看出里面更深的关系。那这是为什么这个
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各位以后用不到也没有关系，因为至少这个公式看起来非常漂亮，就是至少感觉比较健康一点，比较正面一点。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用的课本，那课本称为实验本。高中有一件事情很讨厌，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想各位都巴不得把它忘掉，就是三角里面有很多公式，然后有很多恒等式。那各位在学的时候已经很讨厌了，所以你很难想象我们以前恨它的程度这样子，因为我们要学的比你们多得多，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那当初在这个课本里面呢，它其实希望利用这个公式去简化那些三角的恒等式。那有一些可以很快的做出来，不过有一些其实很麻烦。那它里面用到直接最用到的最主要的就是 cosine alpha 的。它直接用到的其实是这两个式子。那有没有用很难说，但是至少各位可以记一下，偶尔可能可以用得到。那在讲下一件事情，我在这边提醒最后一个是关于这个等式其实照理说还有一个很令你意外的事情。sin x 把它写成这样子呢，看起来像个多项式，对不对？那所以呢，它可以有根嘛，但是 sin x 的根是很清楚的，就是0派，就所有的 n 派。所以你可以把 sin x 想成是有根为 n 派，就是从0派、2派、3派、4派、负派、负2派、负3派所得到的多项式相乘就是说呢因式把它乘起来就得到这个式子。这个想法很诡异，但是其实在数学上也曾经有很多的影响。那你们至少应该去想说，一个这样的高次多项式为什么在 n 派的时候会等于0？因为这表示它这个是它的根。OK， 那这其实很有趣。那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用电脑去跑一跑，你就跑几个逼近式，然后看看那些根是怎么冒出来的。就一个一个会越来越靠近。那这个是在这边我要谈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第二件事是跟上面这个是比较有关。我们下面刚刚讲的是一个等式，那等式通常做起来都比较愉快。但是上面的式子呢是另外一类的问题。那我以前提过，在我们这一节里面其实经常会碰到。这个题目在143页的习题3.1跟3.2。那它其实主要问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用这个式子，要用1等于1加上2阶乘分之1，假设你要用这个式子去计算欧拉1，那但是你又不是说真的需要把它所有的项都算出来因为这不可能的。假设你的希望精确度呢，像误差小于10的4次方分之1，其实我们前2次都很客气我们上次在算这个 log 的时候，我们都说误差只要1%。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有1%也可以问。那现在是说如果我希望知道误差要小于1/1000，请问 n 要取到几位？上次我们在算 log 那些东西的时候，光是这个1%都算到100位或更多。那我们来看这边，那这种问题的做法就是清清楚楚把误差估计式写出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针对1来做所以 x 是等于1加1加上1平方到这边，然后呢会小于这个式子。n 加1阶乘x 等于1，所以这边就不用写了，所以小于等于 c。但是 c 呢，我们知道它其实是等于我们上次讲，我们可以取成最大的这个1的 x 次方，所以事实上可以写成1。
但是一其实因为你自己还不晓得它到底是多少嘛，所以我们就稍微估计一下，这就是第一个习题。好，我记得我以前好像稍微有写过，反正你知道它小于3。好，这习题我就不讲，这其实是把它跟等比级数相比，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式子。好了，然后我们希望它小于，我们先做比较简单的哈，先做1%，好，假设是1%，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式子。好，就是说我现在希望找到一个 n， 好，就是说当我把它展到第 n 项的时候，应该是说第 n 加1项，因为前面还有个第0项。做到这一项的时候呢，我希望它的误差，我很确定，啊，它会小于1%，说不定它会更快，好，这我不管。但是依照我现在手上有的误差的估计是，我知道它至少这是对的，好，所以我至少可以保证，我这样可以估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用最后一个式子，所以我所需要的是 n 加1阶乘大概等于300。所以就稍微算一下这边是多少啊？所以5阶乘是多少？5阶乘是120，6阶乘是720，啊，所以6阶乘就已经大于300了。那 n 加1等于6，所以只要取 n 等于5，好，你就可以确定了这个1加上1减。对，小于1%。那原来的问题是1/1000，所以我们再算一下。好，1/10相当于 n 加1阶乘要大于等于3万。看起来多了2个0很大，但是因为阶乘做起来很快啊，7阶乘，所以这个是5040，8阶乘就已经是40320。7阶乘、8阶乘，所以到这个地方它已经大于等于3万了。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只要取 n 等于7，那误差就会小于4次方之1。所以这种阶乘的式子啊，跟那个单只是 n 啊，我们上次看到的 log 啊、tangent 都是这样，都只有 n， 那速度是差很多很多。这个只要算到第7项就可以了。好，所以这是一类例子。所以如果你要求 sin 的话，其实也是一样。不过我这边好像，这在讲义里面，那就我们就先不要提好了。好，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例子啊，就关于误差估计的例子，我举一个例子。好，到这边有问题。好，以上呢就是1的 x 次方、cos x 跟 sin x。那我们3个把它合在一起讲是本来照理说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觉得它们中间有密切的关系。好，因为它们3个中间有一个欧拉公式的关系。好了，所以这是这3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类。基本函数呢是1加 x 的阿尔法次方，好，这叫2项式展开。那想2项式展开有什么好讲的？1加 x 的 n 次方等于1加上 cn 取 1x。好，不就是这样吗 ？OK。但是我们要做的2项式展开不只是这样，我们其实要让阿尔法是实数，所以现在头脑会有点混乱，因为这个当初我们写出这个式子，完完全是因为组合的关系，因为你是多少里面取多少，它算来算有几个，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公式，所以这是组合公式。但是现在如果你阿尔法现在变成1/2啊，请问1/2取什么？这要怎么写啊？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1加上 x 的阿尔法次方。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那我现在我写在这里好了。
1加 x 的阿尔法次方对 x 等于0展开。我们就先把它当做一个函数来算它的展示就是好 f(x)。好，所以 f 看 x 阿尔法乘上1加上 x 阿尔法减1，啊，这倒是没什么，啊，因为这个公式我们会，所以这个呢等于阿尔法乘上阿尔法减1减2。啊，这写下去。因此呢，我们得到 f0等于1，f1等于阿尔法，f2等于阿尔法乘上阿尔法减1，f3等于阿尔法乘上阿尔法减1，阿尔法减2，点点点 ，fk 阿尔法乘上阿尔法减1减掉 k 减1。那这只是依照规律来写，好，得到这个式子。然后呢，泰勒多项式或者泰勒展示，我们把它写一下。所以 f(x) 它的泰勒展示，第一项是1，好，写在这里，加上阿尔法 x 加上阿尔法乘上阿尔法减1除以2阶乘 x 的平方。结果应该直接写1乘以2，1乘以2乘以3。好，写下来是这样子。不是很奇怪的公式。好，虽然有点陌生，但是不是很奇怪的公式，看起来规则很清楚。而且呢，你仔细想一下，因为我刚刚做这个事情是对任何阿尔法。所以如果阿尔法等于 n， 也就是我们熟悉那个 n， 其实应该也是对的，好，所以你把 n 写下来，其实这边就是1加上 nx， 然后这边是 n 乘以 n 减1除以1乘以2，然后你才有点恍然大悟，就是说，其实这就是这边的式子，好，因为我们知道说 c(n 取 k)， 好是这样子嘛，所以你如果让这两个相除的话，它写下来就变成 k 阶乘 n 乘以 n 减1找 n 减，好，其实写下来就是这样子。然后这就是类似这样这边的式子 ，OK。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约定 c 阿尔法取 k， 好，你就定义它。那你没有办法这样写，因为你不晓得这个阿尔法阶乘是什么意思，好，但是呢，你可以用这个式子写成阿尔法减1 n 减掉阿尔法减1，啊不对，哦对，好，就直接约定是这样。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就会有 c(1/2) 取1等于1/2，c(1/2) 取2等于1/2乘上-1/2，1乘以2等于-1/8，比如这样。当然，我说取是不太好，因为只是我们习惯哦，说 nk 是 n 取 k， 所以我这边就说1/2取1，但是1/2取1是完全没有意思的讲法，这样子 ，OK， 所以这是嘴巴上，我们等于是把组合的符号呢把它推广。那这是推广哈，因为它没有伤害我们本来对于整数，就是自然数的这个定义的写法，好，它只是单纯的推广。但是这个推广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哦，因为它会让你把二项式展开的公式呢，你可以拿来用。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c 阿尔法取1x 取2，好，就变得比较好写了，把它写成这样。好，那这么一来呢，其实好像很多东西都可以算。不
过这边有一个问题哦，我提醒过，你一定要注意，这边只是说它的泰勒展示是它，我并没有写相等哦，不要那么快就相等。那有一个就是我不去证明啊，虽然也是可以证，但有点啰嗦，所以我干脆不证。如果你希望这个相等，啊，也就是它等于阿尔法，它相等的话呢，我们的条件是 x 呢小于1，就是保证它相等。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完全没有说针对其他，就是某些阿尔法呢，它有可能这个范围更好。譬如说，阿尔法是正整数的时候，它是式子根本就是完全一样，对任何的实数都是对的。我刚刚这样写，只是说这个是保证任何阿尔法都对的时候，就是任何阿尔法都要对的时候，就是这个相等等式要对的时候呢，我只能说这个我保证会成立，在这个范围，不管你阿尔法是1/3，阿尔法是派，阿尔法是根号2，负1/2，全部都可以，在这个范围都成立。但是呢，某些数它有可能范围更大，所以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先看一下某些式子。第一个是1加上 x 的平方，1加上2x 加上 x 平方。那这个就我们本来就知道这是对的，我只是说它没有违反那边的式子。那你说这边有无穷项，那后面项跑哪里去了？就为什么我们的二项式展开到这边是第 n 项，那后面不见了？这边不是后面还有吗？你自己再多想3秒钟，就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这边如果是自然数的话，这边写到这边到后来会有一个0出来，所以从 n+1 项开始，这边都会有0，所以当然后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只有有限项。好，1加 x 的负1次方。虽然这个公式我们会，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用等比级数写的，差不多。上次是1减 x， 现在1加 x， 你只要把 x 代成负 x 就可以了。但是呢，在我们现在这个写法里面，它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等于是来练习一下这个计算，所以呢，它等于 c 负1取1 x c 负1取2 x 平方，这样子。那我们就干脆来练一下这个好了。c 负1取1就是负1乘以1负1。所以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已经知道，当你做这个展示做的时候，至少这第一项，就是阿尔法1加上阿尔法 x， 非常好，因为我们以前在线性逼近的时候有看过。所以第一项是负1 ，c 负1取2等于负1乘上负2，1乘上2，这负2是负1减1的意思，所以呢，它等于正1。我们再多算一项，就大概已经看出来它是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分子跟分母根本就一样，只是说分子里面每一项都有个负1，所以基本上这写下来就变成负1的3次方。不然的话，它其实上下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写下来你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写下来就是1减 x 加 x 平方减 x 3次方，这样子。那这个式子呢，我们的的确确就已经需要那个 x 的范围小于1的条件了。这个式子要成立，就是要 x 小于1。我们再看一个，应该写成这样。然后呢，这等于1加上 x 1/2次方。那这个我们在前面讲线性逼近的时候，其实有讲到它大致上等于1加上2/x。那我们现在等于是说，利用泰勒定理，我们现在把后面的项全部都再把它写出来。就是说，如果线性逼近已经不足以满足你，还不够近的话，你可以再把它用更高次的多样式来做。好，那我们写下来1加上 c 1/2取1x 1/2取2x 平方。我们看前面几项就好了。那1/2取1，我们刚刚已经知道，它就是1/2就跟这个一样。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c 的1/2取2
我们刚刚好像也算过1/2，负1/2。好，在这，在这边，所以等于负1/8。c 1/2取3等于1/2乘上负1/2乘上负3/2，1乘以2乘以3，所以等于1/16。看了前面几项，看到都2的某个次方，看起来非常好。你已经准备要发展某个定理了哈。但非常不幸，好，下面一个没有了。1/2取4。不对，这边看起来还有东西。这到底是多少次方？1、2、3、4、5，2的7次方平方，2的5次方就是32。负，好了，真的吗？我本来以为这一项就已经结束了。的确没有。没有，我这边写错，对不起。好，想说怎么那么好？这边有5，因为是负3/2减1，负5/2，所以是，好，那就是1、2、3、4、5、7，128/5，变这样子。换句话说，你的展开是呢，但是其实我并没有要求你们背了。就2/x 减掉8/x平方加上16/x3次方减掉128/5x 的4次方，点点点。好，那我猜各位一定要记得的是这个，因为这线性毕竟我说过，你至少知道有这个东西帮忙你非常多的事情。那你真的要多背一项，大概背后这一项就够了。这是多项式，就是这是抛物线，你用2次式呢去逼近它，大概长得像这样子。OK。那其实这些东西就不需要背，因为事实上你知道这个式这样写了，至少你要算任何的阿尔法，算到前一直到2次式应该都很简单。好，下面的例子呢是一个误差估计的例子，我想暂时我先跳过去，因为通常误差估计你们比较害怕。所以我们先看下面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要求的泰勒展示，针对 x 等于0。那问这个问题，你其实应该要稍微有点警觉，就是好像有很多函数的泰勒展示我们还没有算。当我们算基本函数，只想了1的 x 次方 sin、cosine， 对不对？那些 tangent secant 全部都不晓得在哪里。好，那好，你们不要急。事实上，泰勒展示有些不是那么容易算。好，那我现在写的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可以算，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这个也很难算。好，算泰勒展示，所以看第一个。f' x 等于根号1减 x 平方分之1，这没有问题，这 arcsine 的微分。下面呢 f'' x 有没有一种危机感？好，这看起来有点恐怖哦。好，我稍微再写一下，1减掉 x 平方的3/2次方。然后乘上负1/2负2x，这样消掉，所以得到 x1 减掉 x 平方的3/2次方。到这一项勉勉强强还好，再下一项，上面有 x， 下面又有这个，所以你就开始要进入那个复杂的除法的微分，你根本难以想象下一项是什么。好，那这种题目我们在微积分出的时候，通常的出法是说，请你算到 x 的10次方。所以呢，
这个不但因为我们现在课上讲的这个，所以我想想看，其实还是有人这样做，因为他其实没听到，他就开始算了，啊，就开始算到10次方。那通常就是说，因为这一题可能是他考卷里面看到唯一会算的题目，啊，所以他就把握，就是努力的算。那我保证是这样，通常算到10次方的这种题目，如果你用这个方式算，能够算对的人几乎是0，哦，就是全部都算对，几乎是0。因为通常到这个后面就非常非常复杂，哦，你非常非常难算。好，所以这个题目不是这样算。好，重点是这个式子。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学了泰勒展示以后的基本功要发挥的地方。好，来看一下 f'(x) 是这个，所以呢，这个是1减掉 x 平方的负1/2次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二项式定理的样子，只是它中间有合成函数，我把它稍微写清楚一点啊。所以假设 f(x) 不是 f(x), 假设 g(x) 是1加上 x 的负1/2次方 ，h(x) 是负 x 平方。好，那这个式子呢，事实上是等于 g h(x)， 所以你要先找到你会的式子，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学的二项式，然后 h(x) 负 x 平方把它带进去，这个地方你要善用泰勒展示啊，有很多好的性质，你要用的是这件事，就是说譬如带进去，你就好好把它带进去就是了。然后这个地方呢是 f'(x)， 然后中间插了一个积分，所以我们把积分写下来就可以得到。所以这边我们有2件事，我们先把这个算出来，然后再来处理积分的事情。好，那这个地方呢，泰勒展示是1加上 c 的负1/2取1 x 加上 c 的负1/2取2。好，这第一个。因此呢 ，g(h(x) 它的泰勒展示是把负 x 平方带到上面的式子去，啊，也就是说它等于1减掉 x 平方 c 加上等于1减掉 c 负1/2 x 平方加上，我多写几项好了 ，c 负1/2取3 x 6次方加上负1的 n 次方好 ，OK， 至少从这个地方开始，你不要再算那些东西了，哈，因为你从这个地方至少知道 f'(x) 它的展示呢等于这个式子。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上面跟下面的关系，好，这个地方需要一个比较确定的关系。好，各位先看一下对不对？好，因为这里有时候会差常数，所以你要很确定的就是从下面积上去，你刚刚好要得到 arcsin， 因为本来不定积分可能中间会差个常数，好，所以你要确定就是要会处理这个常数。那这个地方是刚好是对，因为它上去的 arcsin， 然后相减以后得到这个式子，好，刚好对。所以呢，我们就要对这个式子做积分，而且做0到 x 的积分。0到 x 是最好做的。好，因为你这些多项式一积，那0带进去都是0，所以你只要看这个式子，所以变成 x 减掉3c 负1/2 x 3次方加上5/c 的负1/2取2 x 5次方减掉7/。好，先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会问一般项啊，有时候会说好稍微好一点，让算到第10项，但大致上差不多，其实都是要用一样的方法做。那算到 x 的10次方呢，表示你只要算到 x 9次方就够，因为 x 4次方是0嘛。好，也把系数算一下。
好了，那现在当然剩下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把系数写清楚，只是这样子而已。好，那就看考据上的要求。我们当然是可以算出前面几项，譬如说这个是1，这没有问题，这是-1/2除以3，所以这个是6x3次方。啊，比如说这样子，然后再点点点，这个是我算出来的结果啊。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不直接把课本抄过来就好？因为我课本上有写啊，跟这个一样。我因为学数学就是这样，反正可以算，所以就无聊就算一算。好，那我希望各位有听懂这个题目的重点啊。某些题目你其实是不能一直算，你要想办法，在你计算的过程中间呢，利用前面你已经有的知识啊，整理一下，然后让它比较好算。啊，你得到结果像这样子。好，这是 arcsine。然后呢，我们回到146页，就是刚刚是展示的例子。好，现在我们要算误差，所以我们估计我们比较熟的，根号2。但是呢，我们要用二项式定理来做，二项展开来做。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用1加上 x 的1/2次方，好，1加上2/x 减掉8/x 平方，啊，我们希望利用这个式来写。但是呢，这个式里面，你记得它如果要相等的话，假设你要相等，其实有这个条件。然后呢，根号2刚好在这一方呢，它属于这个。那这有可能是对的啊，但是这需要证明。那我在这边呢，我没有要直接往下算，就是说直接用我要用一个类似我们在前面做线性展开线性逼近的时候的方法来做啊，就是万一因为你现在看到题目是这样，所以你暂时没有办法直接应用的话，那你大概要怎么处理？好，事实上我现在做的这个写法。事实上可以拿来估计根号3，即使我们只有这个等号在这里，好，那这个想法其实我不应该写根号了，我应该写根号3才对啊，因为根号2当然刚好在边界。好了，不过没有关系，所以我现在要做的方式是我要应用根号，但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弄一个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的，然后又跟根号2有关的，那我取的是这样。好，我把它写在这里。根号2等于好，我把它写成这样子。然后呢，因此它等于7/5乘以根号49/50，但49/50就是1加上49/1。啊，你记得前面我们在做线性逼近的时候，我们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很荒谬的要计算根号65之类的。好，所以你稍微这样子的变形呢，现在就可以用这个展示来做。那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其实根号3啊、根号5我都可以用完全一样的方法做，因为你只要恰当的找到像这样子的东西，你就可以做了。OK， 好，所以我们把问题呢现在转成根号1加上49/1。所以呢，它跟它的展开式是1加上2/49/1。我是讲义上写到第几个？我刚好就写到这边啊。加上2/49平方分之1，减掉8/49。3次方分之1，好，我想要算到这样就好了。那算到这边，我想知道误差大概是多少啊？当然有一个办法就是计算机按一按，然后跟根号2相减。好，那我现在想从泰勒定理来看，我想看一下这两个，相差多少？那这两个相差多少？我再把那个7/5乘回去，我就可以得到我利用这个方式来计算，就是展开到第3次，那它的误差大概是多大？等一下，这是什么式子？2分之，
没有写错，对不起。因为我想说算到3次是也够多了，好，打平方就好，所以其实是这样。好，那我再讲一下，就这个地方如果写成这样的话，根号2大概就等于7/5乘上1加上2乘以49/1，还是应该减号吧？减掉8乘以49的1/1。好，所以也就是说，我现在利用这个式子，然后我现在根号1加49/1，我只是取到平方向，取到这边，所以根号的估计大致上写起来就是这样。那我现在希望用泰勒定理呢，来看看这误差大概是多少。OK， 好，那这个地方呢，靠泰勒定理的话，我知道这个就是展开到第x 平方项，然后要看最后这一项。那这一项呢，如果你把 f(x) 写成1加上 x 的1/2次方的话，那这个是微分2阶导数，所以这边是3阶导数 c 3阶乘，然后呢，因为你是对49啊，然后这边是带 x 等于49/1，所以这是49的3次方分之1。所以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可 c。好了，那第一个，好，我们先写一下，这个是1/2 1加上 x 的-1/2。3阶导数是3/8 1加 x 的-2/5次方。OK。哦，对不起，我这边应该写小于等于。它的定理是等于某一个可 c。好，所以把它写下来。所以3阶导数在这边，所以是3/8根号1加上可 c 的2/5次方，然后乘上3阶乘上49的3次方1。好，到这个是看跟这边我写。好，我前上写16哈，那是因为这个3跟这个3阶乘消掉，2乘过来，所以是16。所以在146页下方都有哈，是16/1 1加可 c 的2/5次方跟49/1的3次方。好，这就是好好的用泰勒定理了。好，然后这边是3阶导数，写到这边，然后把它带进去到这个式子。好，那怎么估计这边的式子呢？好，那因为可 c 呢在0跟 x 之间，我们这边的 x 是49/1，所以可 c 呢在这个中间，所以1加上可 c， 1加上49/1，所以它的2/5次方还是1，所以1加上可 c 的2/5次方的导数，小于等于1。就是说这个式子因为可 c 在0跟这个之间，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数字呢，因为它是一个比0大一点点的数，1点多，所以再怎么样，反正都是小于等于1了。我是说导数小于等于1。就这个数本身是无论如何都会大于等于1，然后取导数以后小于等于1，所以这会小于等于16/1 49的3次方。好，得到这个式子。好，然后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来看，我把它写成别的颜色好了。我就用白色的。根号2
这不是白色，等于，好，我们刚刚写在这边是7/5。哎，对不起，应该是这样写不对。我这样写好，我就直接乘上7/5，乘上7/5，好，乘上7/5，这样子。也就是说把我刚刚的算式呢全部乘上7/5，啊，写起来是这样子。那这个式子呢就是根号2。然后后面这个式就是我刚刚写在这边，就是它的估计式，啊，去估计根号2的式子。因此它的误差呢，现在是小于这个式。那这个地方，啊，好吧，反正就是一个数字。好，那这边我有算出来以后，大概是小于这么多，好不好？这个数字呢小于10万分之一，所以换句话说，你在这个地方用这个方式来估计的话，你只要算2项，好，你算了2项，应该好吧？这一项不算了，就是到2次项，啊，你基本上误差就已经到10万分之一，好，那这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取成49分之一，啊，这个数字比较大。那根号2其实不是只有这种取法，你才可能有比较小一点的取法，也有可能取成更大，好。那如果你把这个分母取到很大很大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想见你的那个逼近很快就可以，就是算个1项2项就可以算出来。好，那我好像有把它写下来哦。好，147，这个我就不写了。好，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实际计算根号2啊，这个逼近式它大概等于1.414212827。好，那你可以验证一下，它小于10万分之一。这个例子我本来没有确定要不要讲哈，但我想我还是谈了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它告诉你怎么用泰勒定理啊，那事实上也告诉你，即使这个有这个范围啊，你只要恰当的使用这样子的技巧，这个范围其实也没有办法拘束你啊。那这个例子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 x 刚好等于1，但是这个时候说不定，我猜其实还是对的啊，就是这个等号应该是会成立。那所以我其实应该要举一个3啊、5啊这样子的例子比较好。